10种在洪水海啸后长期生存的策略。第1条是找到陆地的唯一希望。当洪水滔天，大地沉没，整个世界变成一片汪洋，你能活几天？这不是电影，是我们可能需要面对的水上世界生存挑战。在这种极端环境下，食物、淡水、方向一切都成了奢侈品，你的求生意志将面临终极考验。本期世界探索站为你独家揭秘10种在洪水海啸后长期海上漂流生存的终极策略，它们是你在绝望汪洋中的求生圣经。第10名，应对暴晒、湿温与晕船。白天阳光和海面反射极其强烈，会导致严重晒伤和脱水。用任何可用的东西遮蔽身体，用湿布覆盖皮肤降温。夜晚或阴雨天，海水和湿衣服会迅速带走体温，尽量保持身体干燥，将湿衣服拧干。夜晚与同伴紧靠在一起，用所有可用的干燥物品、救生毯、防水布包裹身体保暖。晕船时，尽量保持眼睛凝视远方的水平线，这有助于你的内耳平衡系统与视觉系统重新同步。半躺姿态，减少头部晃动也有帮助。第9名，发出求救信号。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主动出击求救。白天最有效的远距离信号是利用光线，你可以使用镜子、金属片、手机屏幕等任何反光物体，持续向远处的船只或飞机反射太阳光。若条件允许，在大型漂浮物上生活，燃烧潮湿树叶或橡胶制造的浓黑烟雾是极为显眼的空中标记。此外，持续挥舞色彩鲜艳的衣物或防水布也是近距离吸引注意力的好方法。夜晚，光源是唯一的希望。如果有手电筒，请规律地打出国际求救信号 SOS 3短、3长、3短。当然，如果你备有信号枪或海水染色剂，无论昼夜，它们都将是最高效、最能显著提升获救几率的专业工具。第8名，收集一切漂浮物。在汪洋中，任何废弃物都可能成为宝藏。空的塑料瓶可以储存淡水或制作浮力装置，木板可以加固筏子或当作划桨，废弃的渔网或绳索可以用来捕鱼或捆绑，密封的箱子或容器里可能藏着意想不到的惊喜。不要放过任何一个从你身边飘过的可能派上用场的东西。第7名，搭建雨水收集系统。淡水是海上生存的头号必需品，利用你手头的防水布、大的塑料袋，甚至反过来的救生衣，将其铺开，形成一个尽可能大的积水面，用物体支撑边缘，中间放一个重物使其下凹，将雨水导入你所有的干净容器中。刚开始下的雨可能含有盐分或灰尘，最好让它冲刷一会儿再收集，这是获取大量淡水的最有效途径。第6名，利用太阳能蒸馏气制淡水。原理我们之前讲过，利用太阳能将海水蒸发，在透明覆盖物上冷凝，收集干净的水珠。在海上，具体操作是将小容器放入装海水的大容器的中央，然后用透明塑料布或保鲜膜将大容器完全密封。最后，在塑料布的中心点轻压一个小重物，使其形成一个向下的斜坡，方便凝结的水珠汇集并滴落到小容器中。第5名，应急捕鱼技巧。在海洋中求生，食物无处不在，关键在于如何获取。首先，你可以就地取材自制钓具，利用安全别针、易拉罐拉环，甚至磨砺的骨头充当鱼钩，拆解衣物上的亮色织线，随身金属片或鸟类羽毛制作吸引鱼群的假饵，再以散绳内芯或结实的鞋带作为鱼线。若有幸捡到渔网，或能用大块衣物制成简易兜网，便可在鱼群经过时伺机捕捞。此外，夜晚也是绝佳的时机，利用手电筒等任何光源照射水面，便能吸引具有趋光性的小鱼和浮游生物，增加捕获机会。最重要的一点，捕获的鱼虾必须尽快处理，生食海产的风险极高，务必用收集到的淡水彻底清洗干净。第4名，保护与加固你的方舟。无论你是在救生筏、小船还是任何漂浮物上，它都是你唯一的依靠。定期检查是否有漏气、破损，用修补工具及时修复。加固薄弱环节，将所有重要物资用绳索牢牢固定，防止被风浪卷走。利用一切可用材料，如防水布、衣物，搭建一个简易的遮阳防雨棚，以防暴晒和湿温。你的方舟越稳固，你的生存时间就越长。第3名，保持希望与精神纪律。在无垠的绝望汪洋中，精神的崩溃远比身体的衰竭更为迅速，也更为致命。因此，保持积极心态是生存的基石，要坚定地相信自己能够生还，获救的希望终会到来。为了对抗无边的无聊与绝望，
为自己制定每日计划是极为有效的方法。即便任务简单，如定时检查维修、收集淡水、观察四周或活动身体，都能为你带来宝贵的掌控感。在此之上，努力保持生活中的仪式感，观赏日出日落，对天空中想象的亲人朋友讲述你今天的经历和感受，轻声歌唱，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，却是维系人性温度的火种。若有同伴，请务必互相扶持，明确分工，共同分担艰难。团队的力量能让脆弱的个体变得坚韧。永远记住，意志力才是你最强大、最可靠的求生工具。第2名，基础的自然导航。在茫茫大海上，方向就是一切。当现代设备失灵，你可以向天空与海洋寻求指引。夜晚时，北半球的北极星永远指向正北，而在南半球，标志性的南十字星座则能为你锁定南方。当白日降临，太阳便是你最可靠的天然罗盘，它大致东升西落，而在正午及影子最短的那一刻，便是精确判读方向的关键时机。此时的规则清晰不变，在北半球，太阳位居正南，其影子指向正北方；在南半球，太阳位于正北，影子便指向正南方。除了日月星辰，海面本身也暗藏线索。开阔大洋上通常有一种由远处风暴引起、非常有规律、波长较长的涌浪，它的方向在短时间内相对稳定。通过观察涌浪的来向，你可以大致保持一个固定的航行方向。虽然这些方法都非绝对精确，但这些方法能让你避免在原地打转，朝着一个大致固定的方向前进，增加遇到陆地或船只的几率。第1名，观察并跟随生命指示标。当所有方向都只是概率时，你必须学会解读大自然的语言，因为那些预示陆地的生命信号才是最可靠的指引。最重要的信号来自鸟类，除了信天翁，绝大多数海鸟都需回陆地栖息。因此，傍晚时分，成群归巢的鸟群所飞向的就是陆地的方向。海面上鲜绿的植物残骸，而非腐烂的黑幕，同样暗示着陆地就在逆风或逆流方向的不远处。天空也藏着线索，在晴朗的天气，开阔的洋面上空通常晴空万里，但岛屿或大陆的上空，因为陆地升温或地形影响，常常会形成相对固定的云层。如果你在地平线的某个方向持续观察到一团静止不动的云，那里很可能就是陆地。此外，逐渐变绿、浑浊的海水、空气中隐约的泥土气息都宣告着陆地的临近。甚至夜间远方固定的闪电，也常常是陆地雷暴的信号。单一信号或许是巧合，但当归巢的鸟群与固定的云层指向同一方位，那便不再是概率，而是答案。一旦锁定这个方向，就倾注你全部的意志，全力以赴。好了，今天介绍的这10种水上求生策略，哪一个最让你感到脑洞大开或印象深刻？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。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价值，让你对生存知识有了新的认识，请不要吝啬你的点赞，并分享给你关心的人。感谢您的收看，下期也会给您带来更精彩的内容。